我瞄准了他。注意看，鼎鼎大名的少林武僧被日本拳王一拳放倒，拥有金钟罩铁布衫的一龙瞬间失去了自主意识，险些被这一击中击打烂脑袋。就在武僧一龙被击倒前3秒，日本拳王还被武僧一龙追着暴打，丝毫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短短发愣几秒钟就将大比分优势拱手让给了日本拳王。这场比赛堪称是武僧一龙职业生涯最大的败笔。不过一龙也确实努力了，全身紧绷，全力以赴迎战日本次轻量级世界排名第一。奈何这个世界第一还真有2把刷子，险些在擂台上打烂武僧一龙的脑袋，引以为傲的铁头功还差点被日本拳王打得稀碎。长岛雄一郎是日本首批进入中国擂台的日本拳王，以一招粘性打法闻名于拳坛，实力强就算了，出场还这么骚气，不是头戴3角裤衩就是穿女人的衣服出现在观众面前。别看他非常的老不正经，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击败了武僧一龙一次，这一次算是一龙的复仇之战。对于一龙来说，这不仅仅是复仇这么简单，而是要挽回他在拳迷粉丝心目中的高端形象。武僧一龙在中国擂台算得上是大名鼎鼎，真要是梅开二度再次被日本拳王击败，恐怕就不是被网友谩骂一顿这么简单了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武僧一龙的精彩表现。小光头穿黄裤，我是一龙，你记住。白色短裤是日本超次轻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拥有者长岛雄一郎。在此之前，一龙输给了长岛雄一郎一次，那一次失利直接给一龙带来了毁灭性的伤害，被拳迷粉丝直言羞辱，被骂的那叫一个惨，甚至骂的一龙狗血淋头，不敢抛头露面打比赛。好不容易经过时间的缓冲，让一龙重拾信心，结果大部分拳迷粉丝依然不看好武僧一龙，还有的人在赛前大胆预测一龙撑不过1回合就会被打废。不管怎么说，武僧一龙也曾身披国旗为国争光。这个武僧一龙被称为橡皮人，这位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和抗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。那我们就看一龙这种重拳正腿能不能突破对方的这个装甲。现在从一龙的方向来看，那个是试探的啊，双方各试探。刚才有一个照面。相对来说，一龙打得更稳健一些，长岛打得更轻灵灵活一些，步伐更灵动。武僧一龙带着十足的信心来与长岛雄一郎展开对抗，不仅要利用这场比赛一雪前耻，并且还要让日本拳王见识到中国传统武术的厉害。以粘性打法为主导中心的长岛雄一郎信心很强大，看来是想梅开二度再次击败武僧一龙，趁此机会称霸中国擂台。真以为中国功夫是吃素的吗？一龙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强了金钟罩铁布衫和少林金刚腿的运用，不管对手有多强，武僧一龙都会拼尽全力与之抗衡。那么从一龙他的技术展现来看，他很独特啊，他不属于传统那种典型的散打、泰拳、拳击任何类型的一个拳手，对，不属于擂台型的，对，不让套路出牌，对，但是他保留了他传统习练武术中一些技巧和作战方式，但这其中他又自行融进了一些现代格斗训练手段。所以说，这位选手可以是一个传武和现代武术的一个契合点，一个结合。也有人说这一龙这技术是中西合璧的一个怪胎，但我其实想说的，这就是一龙的风格，独一无二，他特有的一个一龙风格。双方在这个现在对拼的技术上，老师您觉得有什么特点呢？双方这个日本拳王彻底沦为了阶下囚，台下的观众看到这一幕彻底沸腾。每个人都认为武僧一龙要提前结束比赛，连续的拳法组合进攻打得日本拳王惨叫连连，甚至连最基本的防守反击都无法正常实施。不得不说，日本拳王的抗击打能力比一龙的铁头功还要厉害，硬扛几10拳依然能稳稳地站在擂台上，且毫发无损。这一次组合拳一龙抓住的机遇不错，但我知道这个长岛恢复能力是超强的，他曾经在几次被 KO 的时候，他都能站起来，然后重新完成比赛。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是一龙输的，上1秒还占据大比分优势的武僧一龙，下1秒就被日本拳王打了个措手不及。都认为一龙会提前结束比赛，获取胜利，一雪前耻，结果一龙就给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。他应该双方有那刚才有一个这一下重击啊。长岛在最近1年中的比赛呢，战绩也不怎么样，绝大多数都是在以负这场比赛为主的，所以他希望在中国，特别是在2015年呢，能找回自己的状态。对随时都有可能。什么情况？难道武僧一龙要准备放弃比赛了吗？原来是因为太紧张忘记带护齿。看来一龙是真的慌了神，连护齿都能忘记带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一龙在前面3分钟的发挥很好，唯一的瑕疵就是被日本拳王读秒了一次。
虽然一龙被独秒了一次，但一龙依然掌握大比分优势。在第一回合尾声尝到甜头的日本拳王很是嘚瑟，没有任何犹豫，直接就开始猛压一龙内围做动作，是直接 KO 了现在现役的这个 YMC 的冠军邱梦真，而且是在 MMA 和站立的双雄规则。又一个正击，真是橡皮人啊！我觉得这个长岛怎么打都不倒。好，眉弓开了吗？他的眉弓被打开了吗？没有，应该是眉弓被打开了，眼角应该是眼角啊。我们看左侧眼角的部位被打开了。我们是希望这场比赛可以继续进行的，但是当然也要。眉骨好像开了。当然我们要尊重我们的专。一龙要是狠起来，根本就没有长岛雄一郎什么事情。眉弓被一龙狠狠打出来了一道口子，足以证明武僧一龙很想在短时间内复仇成功，恢复他在拳迷粉丝心目中的地位。与此同时，武僧一龙呆愣在原地，静静等待比赛的恢复。不得不说，一龙确实有点厉害。面对曾经击败过自己的日本伪娘长岛雄一郎，一龙依然的卯足了劲给长岛雄一郎制造巨大威胁。长岛开始发力了，漂亮！刚才那个前手的平勾加摇闪真的是非常漂亮。现在双方因为这个伤势的处理呢，也恢复了很多的体力啊，可以说要从零开始。没错，但是长岛绝对是一个真正的职业格斗选手。没错。我们先不谈他的变装或者御宅族的这种特色，但是这位选手在擂台上充分展示自己这种精神啊，对，值得我们尊敬，的确是也值得钦佩。而我们的一龙呢，现在也是在稳扎稳打，希望能拿下这场比赛。拼得很凶。这一下迎击一龙也挨得很重。一龙的铁头功和长岛雄一郎的抗击打能力几乎相差无几。在此之前，长岛雄一郎已经硬扛了一龙几十次重击，然而依然没有要倒下去的迹象。反观武僧一龙也是硬扛了长岛雄一郎很多次有效进攻，有铁头功加持的一龙态度很是强硬，就算是顶着长岛雄一郎的进攻，也要发起猛烈反击，不为别的，就是要在拳迷粉丝面前为自己争口气。这种绝对的正拳，还有极强的那种抗击能力，对啊，所以这种比赛啊，真是太一龙的人现在练的一招啊，低扫腿，低扫腿啊。10秒钟啊，第二回合马上要结束了。我觉得长岛目前这个出拳的没有那么好，这是理论上的最后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武僧一龙发怒，谁也拦不住，拿着杀人如麻的重拳就开始与长岛雄一郎展开激烈对抗，不成功便成仁。对于一龙来说，这场比赛要么取胜，要么平局，坚决不会再输给长岛雄一郎。真要是实在打不过的话，就和长岛雄一郎拼命。一龙光秃秃的脑袋看着不禁打，其实他的脑袋比石头还要坚硬，硬扛长岛雄一郎10几次重击依然没有什么事情，就是不知道长岛雄一郎的手掌震伤没有。哇，全程呢哈，这个一龙出拳越来越重，越来越拼，越扎实啊，真是比以前他的比赛好看多了。而且最近几年他还打了很多比较不错、精彩的比赛。对，像长岛的眉弓，我目测大概有半个手指那么长。这个也是流血不止啊，是不是？但是现在这个好在这个比赛回合数短一点，如果像职业圈，长岛雄一郎几乎已经放弃了他的腿法进攻，将全部心思放在了拳法进攻上面。奈何武僧一龙也是这样想的，不惜放弃了引以为傲的少林金刚腿，也要和长岛雄一郎抗争到底。为了获得最终的比赛胜利，挽回在此之前所丢失的尊严与荣誉，一龙连命都可以不要。面对眼角受伤、滋滋冒血的长岛雄一郎，武僧一龙照样没有放松警惕，拿着拳头就开始和长岛雄一郎硬碰硬。这样也有点准确啊，所以说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啊。但是你看这个长岛虽然受伤，但是他战斗力一点没减，战斗值没减。
可以说在整个的拳法连击上头，两个人的体能也都到了极限了，到极限了，极限了。这场比赛我们已经过中段了，现在双方最后1分多钟的坚持就是最重要的。我觉得这时刻双方就是在靠那种意志力在扛啊。可以说无论距离比赛结束的时间越来越紧迫，留给武僧一龙的时间不多了。眼角受伤的长岛雄一郎进攻欲望依然没有减少，依然能打出很多威慑力极高的进攻招式。此场比赛的结果对一龙非常的重要，甚至可以影响到武僧一龙的一生，宁愿拼尽全力把命豁出去，也要取得胜利。能看得出啊，一龙太重视这场比赛了，拼尽全力。扫飞支撑短啊，这个长岛被扫倒在地。还有最后10秒钟，又是几记近身那种重击，长岛明显在这个打击频率上，在第3回合要下降啊，低于少很多了，要少很多了。我唯一惊叹的是，他是那个动漫人物附体了。比赛结果平局。最终裁判分歧判定比赛结果为平局，这个结果武僧一龙完全可以接受，只要不输比赛怎么样都行。一龙也算是挽回了在此之前所丢失的尊严，证明了中国功夫在擂台上拥有绝对的实战能力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一龙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